有些网友他们用这个对岸编身份证号码的网站，然后他们说这个就是陈玉珍有对岸身份证的证据。最蠢的是什么？黄捷上车了，你身为一个立委，你好歹查证一下吧。陈玉珍直接反呛他，你说我有中国身份证，我就有哦，不然我们来对赌嘛。如果我没有，那你辞职。结果黄捷到现在为止没有接受陈玉珍的这个挑战，躲起来，真的很离谱我们现在民进党立委都这种水准哦。最近呢，8·9指控陈玉珍有中国身份证，他的封面写申请加入国民党，曝光更多台湾中间人谁拿了中共身份证，然后放了一个陈玉珍照片。讲白了，他就是用影射，然后让人家信以为真。这件事情，黄捷竟然用8·9的说法来督陈玉珍哦。然后各位最好笑的来了，这个呢，竟然呢被事实查核中心给认定假消息。但问题是，他拿来指控的不就这个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台湾现在最严重的黑金枪毒都很严重，但是诈最严重。那这个诈骗是纯属说金融诈骗，还有流量诈骗。流量诈骗王最近是谁呢？乐图日记8·9，而且你看他现在跟中共的失败样板闽南党混在一起，两个会不会是碟中谍啊？为什么？我跟大家讲最近呢，他指控说陈玉珍有中国身份证，所以你看他的封面写申请加入国民党，曝光更多台湾中间人谁拿了中共身份证，然后放了一个陈玉珍照片。讲白了，他就是用影射，然后让人家信以为真，所以最舔共的就是8·9。我跟大家讲这件事情，黄捷竟然用8·9的说法来督陈玉珍然后各位最好笑的来了，这个呢，竟然呢被事实查核中心给认定假消息。经事实查核中心认证，所谓的验证方法这个网传的中国网站属套地，那这个地方呢，2个包括呢中国网站的身份查核实验，不管输入任何资讯，即便是虚构消息，都能看到要求付费解锁看结果画面，那并无验证功能所以呢，网站称可以经特定网站查询特定政治人物是否有中国籍，经过实测，该网站都不具此功能，因此传言为错误。事实查核，可验证中国身份证的网络工具，针对这件事情查核，这件事情是假的。那当然事实查核说那陈玉珍是否有中国身份证不在此查核范围内。但问题是，他拿来指控的，拿来怀疑的，不就这个吗？那个是有些网友他们就按照了那个对岸编身份证号码的逻辑，然后就是把那个编码逻辑，然后按照陈玉珍的出生年月日输进去，然后说这个网站说有查到这个人然后年龄、性别、名字 match 起来，然后他们说这个就是陈玉珍有对岸身份证的证据。但是其实你要真的查到这个东西第一个，这种网站可以直接通到对岸的官方资料库，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基本上不可能嘛，有可能怀疑这是诈骗的，对嘛？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你只要按照那个编码逻辑，基本上只要知道这个人是男性或女性，你要编这个编码逻辑没有太大的困难。所以他就只是用这个东西，用这个逻辑是正确的东西，然后跟你说，你看我抓到陈玉珍有中国身份证了，然后就开始在那边攻击。然后最蠢的是什么？黄捷上车了，你身为一个立委，你好歹查证一下吧，你怎么会这么快上阵了？然后就说陈玉珍你有中国身份证就直接指着陈玉珍。陈玉珍当然回呛你说我有中国身份证，我就有不然我们来对赌嘛。黄捷每次跟人家对赌，然后赌到最后他自己都不敢赌。对，上次要跟徐小新对赌，然后那个他说要告徐小新，结果到现在还没去告。然后现在跟陈玉珍对赌，说来如果你有身份证，你就应该解除立委职务。陈玉珍直接反呛他，如果我没有，那你辞职。结果黄捷不敢辞到现在为止，黄捷都没有接受陈玉珍的这个挑战，躲起来，真的很离谱我们现在民进党立委都这种水准你知道这个事情曝光之后，你就看到社群呢一整片翻车，不只是翻车，然后很多青鸟开始说跟黄捷对赌，你谁啊？你基本人口那么少，你可以跟黄捷对赌，黄捷有10几万票你这个陈玉珍只有几万票立委对立委有什么不行？所以你就知道说那小鸡叫咕咕咕乱叫，就是8·9在带歪他们。所以我说8·9是故意的嘛。8·9的目的就是要流量，那要流量要怎么用流量？要冲突，所以冲突就是找谁冲突？找国民党的立委冲突。而且我跟你说，用什么？用影射的。其实我觉得像国民党应该一律对这些侧翼提高，提民事民事的话名誉受损这种东西很好认证8·9是没有踢过替帮嘛。然后他讲这个什么10万、20万人其领有中国身份证的消息来源，那个林金城是台湾的诈欺通缉犯，所以这可笑的地方就是你明知林金城在做一个违法的行为，是你8·9应该干嘛？赶快跟政府检举你怎么会放了一个人在那边炸弹，然后在那边以此为乐呢？所以这个很好笑，这明明是一个诈欺行为，他把它说成是对岸统战行为，结果是台湾的诈欺犯跑去对岸继续诈欺对岸的金融机构，然后用台湾人的人头来诈欺对岸金融机构，那这叫做统战行为，是不是天地倒转而且很好笑，不是那个内政部说我们查到了有2个人确实有中国籍，然后10万人查班查2个人，林金城的说法是有10万到20万人，对，结果呢内政部查2个人，哪2个人？第一个就是那个影片中出现的
苏世恩，那个也有诈欺的案底，然后也是跑到对岸去，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李玉新。所以，那这部是看89的影片在办案的，然后要求这2个人来说明哈，这2个人不来说明，那就是到时候把他们国籍给撤销这样子。为什么八炯可以这么嚣张？因为台湾人的内心里面遇到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呢，八炯他在反共啊，所以我们为了对抗抗中保台，保持台湾的自由民主，八炯讲的是夸张一点，但是也不至于说要去反对他吧？两边敌对的话讲错了也没关系啊，这是很可怕的行为，好吗？首先第一个，八炯一点都不反共，他如果真的他插的反共，那请他跟闽南郎2个身手矫健的年轻人赶快去报志愿役。你要想哦，现在要反共就是两岸全面开战哦。对啊，你要消灭中国共产党才真正的反共嘛，不是这样子吗？因为为什么？照八炯逻辑吧，他所有东西都是以中国的题材为主嘛。他这个反共是比抗中保台更激进哦。抗中保台是你中国别过来就好，反共是我还要打爆你。闽南郎不是还创写了一首歌叫《反攻大陆》吗？他自称他继承老蒋的意志。对啊，所以去啊。那我就觉得说啦，就是闽南郎这种唯利是图的人哈，你们不要把他当成你们男神，这种人就是哪里好处哪里去。他现在讲的反共，也是因为现在他反共所以有钱，哪天反共没钱的时候，他就不反共了啦。所以这可见他们有多可悲啊！这个很好笑，他们就活在他们自以为的小世界，但其实那些东西都是很多谎言编织的，甚至是半真半假的话，然后编织在一起，他们就信了，就信以为真。所以你看哦，陈玉珍这个事情，为什么他要用这种方式去带？是他这样带，他这样有流量啊。是对他来讲，说谎对他们2位来讲，说谎是什么？是一种常态。就知道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有啥不能做的。我就讲嘛，就是说八炯今天你看他人品是如此的低劣，为什么我说他人品低劣？当他跟警察冲突那个最熏的样态，他被逮进了警察局嘛，他还在直播被阻止，他那边他当场开直播就霸凌远警啊。我报警，我现在在直播，你们不要这样子，我现在直播。然后这个警察，中华民国台湾的警察，这个他同事，他先对我大小声，然后我把外套丢下之后呢，他就过来顶我。就是这样，然后还不能让人家讲，他已经告了很多人，他告我还特别去卢竹找了一个代理人去告我，还有去卢竹做笔录。我跟你说，他下面那个 YouTube 的那个账号啊，是很多都是拖，就找人家演的，然后呢把它置顶，然后就显示出小粉红有多无脑，然后下面大家就骂得很高兴，用这种拖来反串。他们很常做一件事，就是小粉红来留言，然后我就来留言反驳他，来做一个影片。你或许也可以这样考青鸟来留言，你就每个留言然后拿出来，然后反驳，你就用一支影片了。真的啊，我可以把这小青鸟仔的那个讲话真的可以做一支。然后他们现在又在转风向了，说哎呦那个青鸟都呼吁不要上身份证这台车了，你鬼扯嘞！那八炯影片下架了没有啊？我跟你讲哦，有青鸟呼吁没错，可是有些人是怎样？他明知在造谣，那他怎么说？没关系，吓这些人也好，不是你就造谣嘛，造谣就造谣，然后他还说没有，我只想吓他啦，我没有说这真的啦翻车了，还在那边青鸟是吃到民进党口水哦，现在